鱼刺卡喉咙之后，千万不要再喝醋或者吞米饭了，这几个方法是错误的。今天分享鱼刺卡喉的正确方法，让鱼刺自动的能够跑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今天跟大家聊一下鱼刺卡喉的这个事情。像平时我们聚餐，一般情况下都有大鱼大肉，饭桌上面吃鱼，寓意非常好，年年有余。鱼肉虽然鲜美好吃，但是有一个特别烦人的事情，就是吃鱼的时候不小心鱼刺卡到喉咙，比较难受。很多人吃鱼一不小心卡到了喉咙，就会用民间的土方法，吃馒头、吞米饭，或者是喝醋。这个方法一定不可取。方法一，出现鱼刺卡喉咙，应该立刻的停止进食，最好连水都不要喝，一定要放松咽喉，尽量减少吞咽的这个动作。如果最好可以不要去吞咽。小朋友应该安慰一下，让孩子不能哭闹，防止鱼刺吸入到我们的食管。这时候应该低头弯腰，试着用力的咳嗽，有时候的小刺会跟着气流冲出来，刺喉咙恶心呕吐。一般小的浮在了喉咙黏膜上的鱼刺会随着我们的刺激呕吐出来的。第二个方法，如果鱼刺卡的位置比较浅，用镜子或者手电筒照一下，观察一下，可以用勺子或者筷子压住舌头前部，举起手电筒观察喉咙的入口及四边，发现鱼刺，用镊子夹住，轻轻的夹出，也可以在家人的辅助下面用镊子或者用筷子把鱼刺取出来。取出的过程中注意一下，防止鱼刺再次的划伤。3. 利用冰糖的加大蒜的方法。如果说鱼刺卡在了喉咙深处，我们用手电筒照一下，看一下到底是远还是近。如果发现不了鱼刺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用镊子取出来的。这个时候利用大蒜加冰糖，因为大蒜有刺激性的味道，先把大蒜掰成了小瓣儿，放到鼻子里面，刺激鼻子的一些气味，就会有打喷嚏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接着再把冰糖放到口中，用牙齿咀嚼冰糖。用牙齿咀嚼冰糖的同时，喉咙也会在蠕动。如果鱼刺卡在喉咙的深处，通过刺激性的食物诱发我们的喷嚏，咀嚼冰糖促进喉咙的蠕动，气体就会上升，会让鱼刺自己脱落。那么鱼刺卡喉咙卡得非常的深，如果没有发现鱼刺，说明鱼刺的位置更深的，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，要请专业的人员尽快的取出鱼刺。若于下颚部位比较浅，专业的医生通过了压舌板异物的钳子直接取出。那么如果是鱼刺完全扎入了黏膜，难以观察，医生会建议患者进行了颈部的检查，以便全面的检查我们的咽喉的位置，这样对刺呢能够更好的取出来。以上这几个方法呢，看似比较简单，但是呢每一个动作我们都需要家人配合，一定要配合的好。如果吃鱼的时候喉咙不小心扎到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是谎报军情，它是没有被扎到，心理作用。那么你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去判断鱼刺到底是真的是否卡住？在我们经常出没吃鱼的地方呢，或者是饭店里面，很多人都习惯性的慢慢的吃鱼，对不对？但有的时候呢，再小心的话，鱼刺也会慢慢的不小心进入到我们的咽喉里面，喉咙会不舒服。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有喉咙持续的刺痛感，尤其是吞咽的时候刺痛感加重，说明了鱼刺可能是还在。如果出现了慢吞的困难、流口水、咳嗽、声音沙哑的症状，那就要提高警惕，可能已经引发了炎症。如果疼痛逐渐的缓解，我们可以喝水、吃饭都正常，那么鱼刺大概已经脱落了，或者是咽下去的。需要注意了，
不管症状轻重，只要有异常超过2个小时，一定要去医院看医生，让医生检查一下。我们不能靠感觉判断是否有伤口或者有风险。误区的大揭秘，鱼刺卡到了，喝醋或者是吃米饭，这绝对是火上浇油的。鱼刺卡喉的危险性，很多人其实没有真正的意识到。我们以为它不过是一个小刺，最多扎疼几下，忍一下就过去。但是呢，鱼刺卡喉咙处理不当，可能会变成了一场灾难。鱼刺卡喉的部位是咽喉部，包括扁桃体、咽后壁或者是区域，这里的神经敏感，血管的密布。如果刺扎的深，可能会刺破血管，引发了感染，甚至形成了咽旁浓郁的膈炎，这些都是需要注意治疗甚至手术的严重问题。某些案例中，鱼刺可能会跑到食管或者是气管，造成更大的危险，比如不管异味或者是食管，这些其实不是小问题的，处理起来非常的棘手。这些危险通过了一些问题出现，像喝醋、脱米饭都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，所以不要埋下了隐患。我们的有卡到鱼刺，就赶快带到医生去检查一下比较好的。喝醋能够软化鱼刺吗？喝醋的理论是科学，那么鱼刺是钙质，酸性的酸，酸能够溶解钙质。简单的推断，好像喝一点醋能够软化鱼刺，让它乖乖的滑下去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个方法没有用，可能会让你更难受。鱼刺的主要成分是钙，但是让醋真正溶解鱼刺，需要非常高的酸度，足够长的时间。你喝几口醋，酸度远远不够，而且喝醋还会让我们的喉咙更加的敏感，引发我们的胃热情况，造成了2次的伤害。吞米饭可以吗？有的人又问了。再来说一下吞米饭，这个经典的民间偏方，原理简单，用硬物把鱼刺压下去，这样呢，强行的把鱼刺推到胃里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鱼刺卡在了喉咙的地方，平常比较脆弱，比方说黏膜，硬吞米饭动作就像是砂纸擦伤口，非但不能让鱼刺安全下下，也可能让它卡得更深，甚至划伤我们的喉咙。我们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处理，或者是看医生，或者家人的帮助都是可以的。生活中的鱼有很多种，鱼呢也很好吃，很有营养。但是你知道什么样的鱼最好吃吗？今天再来分享几个好吃的鱼。第一种就是鲳鱼，清蒸鲳鱼，我每周要做2次，因为鲳鱼的肉呢滑溜溜的，带一点甜味儿，小孩子用勺子挖着吃，比吃果冻更香。关于它的 DHA 的含量更高的。第二种就是鲈鱼，鲈鱼是鱼的周末特点，烤出来的鱼皮有一点焦脆，肉质鲜嫩多汁，再搭配着其他的蔬果蔬菜，这个鱼呢无论怎么吃都很香，而且营养价值又高的，属于深水鱼，对不对？第三种是龙利鱼，番茄鱼片是娃的开胃神器，龙利鱼切成薄片，用淀粉抓一抓，下到番茄汤里面，裹着酸甜的汤汁儿，娃能吃上好几碗米饭的。最省心的是不用挑鱼刺，孩子就能自己吃。第四种就是黄花鱼，清蒸黄花鱼是家常菜，黄花鱼的肉质海鲜特别的鲜美，做法比较简单，清蒸一下，撒一点葱花，撒一点调味就可以啦，味道又鲜美又好吃又有营养的。今天分享的鱼刺卡喉咙的方法如何取出来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其实呢，方法是比较简单的，但是需要家人们一起操作。如果再不好取出来的话呢，你就要找医生啦，不要耽误时间。好了，今天的小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